女秘书第一天来项目部上班，就让全公司等她一人。可她似乎还没适应新身份，急急忙忙跑到咖啡机前，习惯性的干起了秘书的活。总裁无奈的摇了摇头，脑子还没醒，身体倒是很诚实。做项目还兼着秘书的活，中间两只是不是压力太大，累糊涂了？宁萌被同事的话搞得甚是尴尬，直到看见杨小阳端着咖啡走进来，他才猛然想起今天是来汇报尽调报告的，紧张的手忙脚乱，连插 U 盘都费了半天劲，习惯性的扶了扶眼镜，才勉强稳住情绪。随后他向在场众人详细分析了房车营地项目的报告，并直言这个项目根本不值得投资，气得许思甜当场拍桌而起。你几个意思啊？我辛辛苦苦跑来的项目，被你三言两语就给否定了？你以为你谁啊？一个秘书跑到项目部，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？宁萌被对的不敢吭声，幸好陆继明及时压制住了许思甜，他才终于有机会解释，希望在场之人能接受这份基于事实的客观判断。而邱俊霖却告诉他这个项目未来会得到政策扶持和补助。宁萌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人耍了，直到他去休息室倒咖啡时，意外听到同事背后的议论，才得知原来邱俊霖为了不得罪许思甜，故意让他做这个烫手的项目背黑锅。更过分的是，还安排宁萌去做打印的杂活，试图边缘化他，却意外在同事口中发现了一个商机。1516年的项目怎么能放在这儿呢？那些都是淘汰的项目吗？都是投学会筛下来的，五花八门，什么项目都有，其实还挺有意思的。宁萌灵光一闪，把这些被丢弃的项目书带回家仔细研究，竟意外发现了一个被埋没的商机——智能加热水杯。来到实地考察情况，并与洛克水杯的负责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。很快，他完成了商业计划书，交给了邱俊霖。你这项目哪来的？这是我从前2年被 pass 掉的项目中挑出来的。邱俊霖一听是废物利用，瞬间没了兴趣，叮嘱宁萌把文件放这儿，有空再看。可等他一走，邱俊霖直接把计划书丢到了一旁，而宁萌傻傻的等了好几天也没音讯，直到看见邱俊霖准备下班，才鼓起勇气追上去问：“那个项目书您看了吗？”你对项目有积极性，这是好事儿，但是这个项目不值得投资。眼看辛苦就这样付之东流，宁萌不甘心就这样放弃，他私下找到陆继明，希望他能看看自己的项目书，却被他无情推开。你如果还是我的秘书，不论你有什么样的想法，我都可以听一听。那我没什么想法。被泼了冷水的宁萌只好带着项目书离开了办公室，转而找到2部总监。没想到对方一看就认可了他的想法，很愿意投资这个项目。宁萌迫不及待地通知洛克水杯的负责人，却被告知有位姓邱的总监已经来对接过了。邱俊霖？哦，对，就是他，当时跟我们老大对的。我们接到的通知是之后所有的事情跟他对接。宁萌瞬间怒火中烧，冲进邱俊霖办公室质问为什么要抢走他的项目。不会这么巧吧？你给我的项目是洛克水杯，不然呢？邱俊霖面不改色，谎称这是他朋友推荐的公司，经过深度调研发现很有潜力才投资的。你抢了我的项目，为什么不承认？眼看敷衍不过去，邱俊霖只好假意道歉是他工作疏忽所导致，承诺以后凡是宁萌交上来的项目一定会认认真真的看完。可如今不该发生的也发生了，要是觉得在投资2部待不下去的话，就知难而退吧。宁萌只能忍气吞声，但越想越不对劲，他让洛克水杯的负责人发了份合同副本，仔细一看，邱俊霖竟然在合同里变相吃回扣。他立刻带着证据找到陆继明，可对方不仅不领情，反而还要冷嘲热讽。让我看这个账户怎么样？邱俊霖有问题，他在损害公司利益。你除了找公司管理的漏洞，你还能干些什么？要不是我给你转岗的机会，连投资部的门把手你都碰不到。宁萌被对得彻底心寒，觉得完全没有继续在公司待下去的必要，索性跟陆继明提出了辞职。你从上个月开始，一次又一次的拿辞职来威胁我，你是不是以为继明资本没有你不行？被逼到绝路的宁萌，究竟是会忍气吞声，还是绝地反击？而邱俊霖的肮脏交易，又何时会曝光呢？